这就是著名的杭州网红公寓。在这个超大的单体建筑里，住着2万多名网红主播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漂亮的美女主播。今天是我到达杭州的第一天，就准备去探访这神奇的网红公寓。丽晶国际中心位于杭州的萧山区，跟现在的我中间隔着一条钱塘江。我需要坐网约车前往钱江世纪城站附近。杭州是中国的新贵之城，之前只是以杭州西湖的风景闻名于世界，但随着阿里巴巴在杭州的创立，带动杭州成为著名的互联网之城。网约车司机是一个内敛的中年老哥，一路都没有说什么话。快到达目的地时，他指着一栋满是玻璃幕墙的大楼，告诉我那就是丽晶国际，然后补了一句，里面有上万个美女。中年老哥的眸子里闪过一丝青春的光芒，带着生命的原始活力，如同夏日骄阳反射在对面玻璃幕墙的光辉。我也很兴奋，还简单的畅想了一下1万个美女在我面前聚集的宏大场景。如果她们都能听我调遣，我想带她们去新疆摘棉花，去山东包无骨鸡爪。慢慢地靠近丽晶国际，整个大楼就像一个大蜂巢，每一个阳台就是一个房孔，每一个房孔里都生活着青春洋溢的年轻人，在里面工作生活。走到丽晶国际楼下，会发现这栋大楼非常的宽，有2栋主楼连接，外立面的设计是 S 型。网上查到的相关数据，丽晶国际中心建设规模近30万平米，建筑高度208米，户型层高约5到6米，超大的单体建筑体量可堪称国内第一。我还查了一下丽晶国际的房价，现在大约在3万元每平方米左右。这里的地理位置还不错，紧挨杭州地铁2号线和6号线的双地铁出口，离杭州市民中心、万象城和来福士广场都很近。用长焦拍了一下阳台，大部分的房间都有晾晒衣服，说明这里的入住率还是挺高的。这位黑裙女孩手拿着快递袋，应该是这里的住户，从形象特点来看，有点像网红。1楼入口处还设置了外卖寄存处，毕竟现在的年轻人主要都是靠外卖养活的。这个送货小哥用上了科技狠活，确实要省力很多。这样会动脑的人，干哪一行都不会干得很差。我走进快递寄存点，里面摆满了等待自提的商品，许多外国人可能很难想象，这是非常常见的中国生活常态。一个高挑的长发女子吸引了我的如炬目光，看起来也很像网红。旁边还有桌球厅，高瘦的精神小伙一个人打着孤单的桌球。来都来了，我肯定要进到丽晶国际公寓里面去转一转。进入到大堂，装修得非常考究，不管是天花板还是灯光，设计的都非常的现代，而且空间非常宽敞。电梯通道里大量的使用了米黄色的大理石，人的视觉感受就是亮堂而典雅。电梯旁贴着一张重要通知，是物业要对非机动车库的僵尸车进行清理，也就是指定期限内还未认领的僵尸车将被物业当垃圾卖掉。我坐电梯上到了26楼，黄色的走廊深不见底，两侧各是诸多的房间。我转了一圈，发现里面像个大迷宫，每一个号牌下的房门背后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空间。房间里只要布置好直播的背景，就是工作的地方。直播结束，房间又变成了生活的地方。坦白的讲，我还挺羡慕这种生活，可以累了就躺下来休息，休息好了再接着干。而且现在中国市场顶级网红的赚钱能力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顶级明星。顶级带货网红的年收入好几个都达到了1年几十亿净收入的级别，可以说把顶流的影视明星和体育明星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。当然，每个行业的头部之下是数量庞大的普通从业者，收入差异也是非常悬殊。有些网络主播声嘶力竭的工作好几个小时，直播间里观看的人数寥寥无几，最后到手的收入可能还不如去工厂打螺丝。底下的商铺很有针对性，游泳健身、接发造型，网红们需要保持良好的外形状态，这些服务不用出楼就可以满足。生活超市、生鲜超市也是一应俱全。
在1楼商业区还形成了一条美食街，鸭脖奶茶半半香，烧腊烧烤黄焖鸡应有尽有。我点了一份江西拌粉和一份瓦罐汤，一共26元，全款拿下。在吃辣界，江西属于典型的人狠话不多，如果湖南四川是5分名气5分实力，那么江西就是3分名气7分实力。在某些毫无预兆的时刻，把人辣得小脑萎缩，生活不能自理。近10年来，杭州的发展非常快速，这里充满了创新的想法和实践，也充满了对金钱的渴望和追逐。如果深圳是中国的搞钱城市1号，那么杭州就是中国的搞钱城市2号。所以只要有新兴的产业，新的赚钱机会，这座城市里就有大批的人，如鲨鱼闻到血腥味一样蜂拥而上。近年来，网络直播带货成为热潮，杭州敢为人先，成为中国的网红之都。许多大小厂家都在杭州设立直播带货中心，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也慕名而来，寻找机会，他们成为网络主播和运营，成为产业链上重要的一环。有了更多年轻人，杭州这座城市也开始起飞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中国有4大1线城市，那么排在第5的是谁呢？我觉得就是杭州。杭州正在向1线城市的宝座发起冲击。从丽晶国际离开，附近有一个地铁站叫丰北站，几年以前被称为杭州最荒凉的地铁站，因为当时刚建好的丰北站周围是大片荒凉的空地，显得非常的荒诞。短短的2-3年过去，杭州因为举办亚运会的机会，开足马力进行城市建设，丰北站的周围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旁边的马路、绿化，还有四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，都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，几乎就是中央商务区的气势。丰北站几年的变化，就像是中国城市建设的一个缩影，短时间的发展就令人瞠目结舌。杭州是我中国铁路之旅的第4个城市，在这个视频的最后，放上我从厦门坐高铁到杭州拍摄的沿途风光，配上我自己作词的一首新的主题曲，名字叫做《云》。岁月迷离，遇上一朵喝醉的云，它路过叫你的咖啡厅，有过清澈的谜底。季节啊，坠落山顶，回忆啊，留在呼吸。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唱着你我，他和他，在狂欢时清醒到哭泣，梦里找到了回答。过去啊，不能抵达，你啊，现在好吗？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
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